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。好久不见，宝贝们可都安好吗？最近呢，有很多看了我影片的宝贝被种草入坑了，向我询问去埃及旅行的事情。确实，现在也到了计划年终出游的时间了哈。但是从我自己多年来行走江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讲，当你开始计划旅行的时候，确实很兴奋，又要出去浪了。但是同时呢，也要开始面对着前方一系列连珠炮式的陷阱，特别是跨国旅行很容易百密一疏哦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出一个保姆级的影片，手把手的把你安全愉快的奶到埃及去吧。Follow me. Number 1， 请宝贝们拿出 passport 来看一下，有没有至少1到2面的空白页和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。这里的6个月呢，可不是说从现在开始算哦，而是要从你入境埃及那天开始。话说，我真的有朋友中这招，结果就是在机场给他拒绝上飞机，超惨的。其次呢，签证这个嘛，不要觉得你拥有地表最强 passport 就可以随心所欲哦。大家来看这张图，基本上埃及要求大多数国家公民都要申请 visa， 只有各种绿色的这几个区域不需要，基本上都在靠近的中东和非洲。我猜呢，大多数观众宝贝们应该都是需要落地签和电子签的。但是佛祖说过，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所以保险起见，大家一定要打 call 去本国的埃及使领馆或者官方电子签证网站上面去double confirm。如果你需要电子签，那么这个坑就多了，比如网络上有很多链接，旅行社都声称可以申请埃及的 visa， 都是什么 ORG official 的，装得很官方的样子，价格也狮子大开口。大家注意哦，这里有一个避坑指南，就是去埃及的 e-visa 官方申请就好。这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链接我放在评论区哦。而且我亲测真实有效，只需要基本的信息，上传护照照片，你就照着护照信息一步一步填下去就好了。但是它不是很可靠，会罢工，也有可能会要求你不断的重复填写，这个我帮不了你咯，就耐心一下，不断尝试。一旦申请后3到7天批准，然后就是直接录入到埃及海关系统里面呢。我到了埃及都没有要求出示任何打印文件，就给我放进去了。这个 e-visa 不但让行程更加有确定性，而且也不用在人山人海里边排队办理落地签。总体来说，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的。虽然说埃及每个景点都戒备森严，但是也是真的 no 安全 no 太靠谱，所以我建议一定要买保险。Buy must buy， 包括这些基本的项目，需要 cover 到恐袭、政治动荡、战乱之类的。比如去年的时候呢，我之前有同事夫妻2个，前几天还每天在脸书上晒加利利海，结果嘞，还没到耶路撒冷就给押送回国了，只能说安全回来就善哉了。而买机票的话，坑可就更多了，可以专门开一集来讲。很多年前我们喜欢用 One Travel 买机票，我在南美误机了以后，真的有全价赔偿过我，很有信用，但是就是价格会贵一丢丢。后来呢，我去埃及的时候用的是 Momando， 在当时显示了最便宜的机票价格，建议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几个主流网站。像卡塔尔阿联酋航空比较顶级，阿布扎比、土耳其、埃及本土航空也都可以。怎么说呢？一分价钱一分货吧。在这里我就抛砖引玉的提醒宝贝们2点避坑的：一，不要手抖，基本上一个价格你不买，转个页面马上就加价了哦。这和打车一个道理，贩卖焦虑，等你害怕而高价购买。这个嘛，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私人浏览器或隐身模式来避坑，或者呢，就是换一台电脑，手提电话再搜，要不然你就不管它，过几天再买就有便宜的价格了。总之，这些网站人家好多小心思哦，天花乱坠，说不定你就买贵了呢。第二呢，一定要选好支付货币哦，不同的币种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汇率，同一张机票的价格竟然会差很多。建议有时间的话可以蹲守。2000 years later， 臣妾做不到啊！
大家想知道更多的 tips 可以留言，我们将来可以专门做一期如何购买国际机票的指南。埃及境内呢用的是 C 型和 F 型的插座，所以大概率你需要一个国际转换插头，不然的话也可以跟酒店的前台借。可以说当地人都习惯了。在埃及，谁还没见过几个丢三落四的游客呢？关于通讯，这里有个坑，就是你的导游可能会强烈建议你回酒店和他们购买20-30美元的电话卡，都有20-30个 GB，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哎。这里有个 tips。当你拿了行李出来以后，在机场大厅有5-6家电信公司的 booth， 最便宜的5到10美元就可以买。我选的是 Orange 家的，当时好像是7-8美元有10个 GB。个人感觉每天不是在跑行程，就是累到晕倒，更别提大部分酒店和餐厅都有提供免费的 WiFi， 所以我是用不完，完全的用不完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最不屑一顾的问题哈 ，money。如果你是学生，强烈推荐办理国际学生证，机票、住宿有优惠，埃及景点还有高达50%的折扣。作为老师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也有优惠卡可以申请，详情链接我放在评论栏。即使这样呢，我建议整个埃及全境玩下来，最抠搜也得准备个1-2千美元吧。不幸的是呢，在埃及很多小城市、小商店都不能用信用卡，即使是可以用信用卡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的澳洲大哥当时就咔咔的刷卡买了300多美元的埃及精油，结果发现被收了2次款，成了600多元。即使是我从南美回来了好几年，还是会被秘鲁、智利那边刷我的卡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而且刷卡意味着要支付额外的手续费和更高的货币兑换费用，即使是很方便，我也不太喜欢用。但是埃及镑这种货币在国际上不是很流通，很难找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换钱呢？我建议呢，像您这么财大气粗的，完全可以随便带点美元去埃及当地换现金，因为埃及镑一直在跌，从2023年初是1:28，到现在已经是1:48。宝贝们自己感受一下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当地人超爱收美元哦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作为游客的你，当然是使用埃及镑比较划算。换钱的话要避坑机场，可以选择城市里边的 ATM， 而小爱最推荐的就是您酒店旁边的货币兑换点和小银行，不到10平方米。我在当时比较了一下，汇率竟然是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汇率差不多，是不是超优秀了？埃及不愧是旅游大国，这方面做得很好，超赞的。既然都说到钱了，那么咱们就必须说说埃及的小费文化 Bakshish。 大家都知道19到20世纪埃及曾经是英国的保护国，有西方的小费文化。据说呢，埃及人很多收入比较低，专门要靠小费来生活。埃及人说，我们自己都会相互 taping 的，所以呢，也是一个礼貌、尊重和感谢的表现吧。但是他们之间呢，往往只是给几个埃镑，就是几分几角美元吧。但是宝贝，你可就不一样了，你是游客，你是行走的小钱包，是来带动埃及经济的，所以很多旅行社呢都会明码标价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小费文化不应该是一个强制的义务。你觉得服务优秀，给多少都可以；如果太离谱，也可以不给。毕竟埃及接待的是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嘛，有些文化里边还是很难接受小费的。比如说，同行的韩国人都是不给的。不只是韩国人，亚裔接受程度当然不如西方人，所以当地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很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当时在尼罗河游轮上发烧了，想要杯热水，他们就很不情愿地说让我去3楼自己拿。同行的澳洲大哥就看不下去了，去厨房帮我要热水，然后他们就一下子出来了3个人，提着一整壶的热水说，这是你太太吧，你们可以拿进屋里去喝哦。我当时直接就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可以多撒点银子，以得到更好的服务。
我发现埃及自古以来就喜欢给人家抬来抬去，到了19世纪末还正式出现了行李员的职业，他们收 bakshish， 帮你提行李上车上船上酒店上机场哈，所以完全的可以带拉杆箱。其次呢，埃及没有喜马拉雅的8848，整个行程难度系数不高，所以一般义务都可以。不过既然咱们都到了非洲了，就非常适合那些很舒服且功能性很强的徒步越野探险装备，走黑白灰棕榈驼的老前锋，就是从埃及这个国家取色，这个国家有的颜色你都可以上身，就会有一种融入的高级感，低调的奢华。当然这里是非洲，越往南走越绚烂，特别是南方的努比亚人那里，人是黑的，但是穿的什么绚烂的颜色都可以，越艳越浪越好，我就不管你了，宝贝们自由发挥哦。但是这里值得提醒的是，当今的埃及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国家，尤其是在清真寺和宗教场所，建议穿得得体，保持安静。即使你胸有澎湃、珠圆玉润，也不要露沟露大腿的。女生最好携带围巾来遮盖头发和肩膀。还有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埃及的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热，要带上你的防晒霜、太阳帽和墨镜，还要不时的补充水分。但是说什么12月份最低还有10几度，可以穿 T 恤和漂亮的小裙裙，就有些唬烂了。我到了埃及的时候，就惊讶的发现，哎，当地人你们怎么都穿着棉袄？后来在金字塔跨年的时候，不得不披上棉被。在路边等出租车回酒店的时候，差点被冻成失温症。没有骗你哦，就是埃及冬天晚上温度真的可以骤降到6、7度，而且还很不安全。大家就准备到你妈觉得你冷的程度就好，带一件羽绒服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说说你怎么去。有人问我说，埃及适合自由行吗？我觉得完全可以。特别是说你是一个国际旅游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驴友一头，比如我欧美的buddy都是绝对不参团，就是要探险，找那种惊险刺激的感觉。而且在大城市，比如说开罗、卢克索，打车 Uber 或私人司机都很多。埃及还有很多长途火车和巴士用于城际旅行。基本上可以说，埃及的旅游业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洗礼后，已经超成熟和完善了。但是呢，你最好符合以下的条件：第一，极好的是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带着你吃喝玩乐，不然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做 research 攻略，能够计划行程和预订交通酒店，能够熟练的运用 Google Map、Uber 什么的。这个好说，你就来看我这集影片好了，是最全的旅游景点和路线的攻略。第二，英语和阿拉伯语的沟通能力，对当地文化有一定的认识，包容能力，就是社牛性格很推荐就对了。第三，拥有极强的项目管理、风险控制和抗击打能力，比如说误飞机、火车行程后要有很快的应变能力，极强的磋商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正所谓常在河边走，怎能不湿鞋呢？比如说我就在南美的智利没登上飞机，然后在日本差点错过了去机场的列车，在这个列车上还发现了一个误了飞机的美国 boy 和一个错过巴士去酒店，然后就在野外睡了一晚的台湾弱女子。在这里呢，欢迎大家留言，你在旅行中又遭受过怎样的挫折和打击呢？第四，身强力壮，可以攀爬，长期步行，起码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劫财劫色。第五呢，不轻易上当，会谈判讲价。在埃及，游客价格呢是原价的几倍到几十倍，几百倍的也有可能哦，而且还不找钱。对的，就是说，比如你给了2000埃镑，想买一个1800埃镑的产品，大概率对方就微笑收下，然后就完了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学会大大方方的去讲价和索要找钱。此外呢，这里还有一些能追着你跑几百米的$1 boy， 部分人很 enjoy 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还有一部分人呢感到厌倦和不适，那么你完全可以礼貌的拒绝。如果说以上臣妾做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个人建议，但凡第一次去一个新的国家，都蛮适合参加一个走马观花的团，先看你喜不喜欢。胸怀黄金万两的宝贝们可以找私人导游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然参加全境游或者是当地1到3天的 excursion 都可以。如果觉得 Oh my god， 埃及 amazing， 就可以下次再回去自由行到喜欢的那个城市，比如说在开罗或卢克索住上的1周。
旅社的话，我个人很推荐使用 Tourada 和 Viator 全英文团联合国的感觉，成员有很多欧美和全球的亚裔。我发现埃及还真的特别吸引印度人呢，随处可见。这个网站之前因为线路错误的原因，曾经赔偿过我们几百美元。Viator 也因为我误机，帮我免费将所有的行程推后2天，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有信用，质量有保证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又贵那么一丢丢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价格哦。最后的最后，你要去埃及旅游，要对历史、考古、古埃及神话有一定的了解，最好能认得出埃及众神吧，就可以去埃及的寺庙里边看漫画了。强烈推荐大家来看我这集影片，有详细的旅游线路和景点介绍，也可以来看我这个 playlist。这些影片呢，都是我回来之后制作的，确实很后悔，觉得去之前了解这些知识就最好了。相信你们看后一定可以比我准备的更充分。都说百闻不如一见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出发去埃及吧！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最新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